好，我是倪家的汉堡。9四版蜘蛛侠彼得那是真的招桃花，左一个玛丽简，右一个哈代，俩人还都是大美女，馋死汉堡了。章鱼博士被捕后，彼得和哈代关系好了不少。彼得以为自己和哈代的关系能更进一步，但美人的芳心哪有那么好获得？哈代只想让彼得这个物理天才给自己当免费老师，让彼得有些受打击。此时他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，男人被彼得发现后，立刻逃进了小巷。彼得追进巷子，却撞见了一伙珠宝抢劫犯。他化身蜘蛛侠，上前戏耍了这群劫匪。猪猪侠啊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他们看起来可不像是好市民。在蜘蛛侠的地方抢劫，说明你们智商还不够高，只能说你们勇气可嘉。乔伊不见了，谁管他？我们现在只管跑路。Hello， 这是美国珠宝爱好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吗？是蜘蛛侠。什么？蜘蛛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哦，我每次遇到明星都会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不如就说再见会更合适。你能瞄得准一点吗？站着不动都打不中。彼得对纽约犯罪分子的水平恨铁不成钢，迅速将几人逮捕。第二天，他带着拍摄的照片到报社贩卖，好友罗比对他称赞了一番，乔纳却试图让他说出蜘蛛侠的真实身份。彼得赶紧岔开话题，没想到他在走廊外见到了跟踪自己的男人，对方走进了乔纳的办公室，彼得赶紧换装偷听。原来乔纳雇佣了加根，想打听彼得和蜘蛛侠的关系。为了不让自己被骚扰，蜘蛛侠故意装得凶神恶煞，将加根用蛛丝困在墙上，威胁乔纳不准让彼得再拍蜘蛛侠的照片了。这个威胁让乔纳回忆起了过去。见蜘蛛侠离开，乔纳便说动了加根参与人体实验，给予他一个机会对战蜘蛛侠。傻了吧唧的加根真信了，跟着乔纳来到帝都大学，这里的教授研制了蝎子战斗服，并利用从康纳斯博士那低价回收的基因转化枪，将加根变成了绿色无污染的转基因战士。乔纳开心地坐上直升机，等着蜘蛛侠为他放出的狠话付出代价。这时的彼得还在纽约四处巡逻，学习压力、毕业论文遭到上司排挤，压得脆弱的蜘蛛侠身心疲倦。偏偏这时，一身绿的蝎子出现在他眼前，两人夹在屋顶大打出手。为了不让蝎子伤及无辜，蜘蛛侠试图将他引到空旷的地方去。蝎子作为蜘蛛的天敌之一，不但速度快、力气大，还能释放腐蚀毒液，很快就将需要保护民众的蜘蛛侠用水枪砸晕。直升机上的乔纳气焰高涨，嚷嚷着让蝎子赶紧摘掉蜘蛛侠的头罩。但蝎子一碰到水，突然恢复了神智，发现自己变得不人不鬼，加根发疯般挣扎起来。乔纳让驾驶员赶紧往下飞，自己要亲手揭开蜘蛛侠的面具。见乔纳这个鼓动自己做实验的罪魁祸首出现，蝎子一扫尾巴，夹着直升机晃荡不已。驾驶员立刻掉头回去，丝毫不在意乔纳这个老板的命令，管他开不开除，先把小命保住再说。于是乔纳被迫回到报社，罗比让他看看窗外，那里已经一片狼藉。这时乔纳意识到自己犯错了，他制造出了一个怪物。乔纳当初年轻气盛，要揭发黑暗事件，被人警告过后也不听，最后导致他的妻子被戴着面具的人开枪击中。于是乔纳发誓要揭穿所有戴着面具的家伙的真面目，没想到助纣为虐，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，乔纳前往帝都大学找到教授，试图治疗蝎子。教授却说蝎子体内的基因变化的太快了，救不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爬墙赶来听到这句话的蝎子气得当场一闹。既然转基因是利用了核辐射线，蝎子想到了另一个办法，去奥斯本工业用更加强大的核辐射线把自己变回去。之前骗他做实验还没给他买保险的乔纳就成了他的绑架对象。当蜘蛛侠从昏迷中醒来，就看见蝎子绑了乔纳，在城市里横冲直撞。于是他一路追到了奥斯本工业。奥斯本也挺倒霉的，先是金并，又是阿里斯特，现在又被蝎子相中了自家的核电站。彼得杀到现场，飞起一脚将蝎子踹开，没想到蝎子腐蚀的墙底被融化，乔纳从屋顶掉落下去，被彼得救下。蝎子在攻击蜘蛛侠的时候，一拳锤爆了墙上的启动器，隔离式的核反应堆启动上升，一旦启动成功，整个纽约都会被炸飞。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找到控制室的红色按钮，按下去。蜘蛛侠将这件事告诉了乔纳，乔纳先是质疑，但随着警报声越来越响，蝎子也开始砸隔离室大门，乔纳只能赶去关闭按钮，但却被蝎子抓了起来。彼得赶紧将他救下，蝎子甩着尾巴冲了上来，堪比金刚石硬度的尾巴抽得彼得手疼。蝎子重重地抱住蜘蛛侠，彼得拒绝贴贴。这时乔纳主动将蝎子撞开，蝎子傻眼了，乔纳不是很讨厌蜘蛛侠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要帮忙了？乔纳嘴硬，称现在自己更讨厌蝎子，连彼得都有些不相信。他赶紧趁乱去按开关，蝎子喷射毒液阻止了他，但彼得看见了一旁的电线，他不断口出狂
狂言，不断刺激蝎子敏感的自尊。当蝎子恼羞成怒甩出尾巴时，彼得拽出电线，电得他四肢抽搐。乔纳竟抓住机会将按钮关闭，于是一场核爆炸危机化解。蝎子也像之前那样被蜘蛛侠封在蛛网内。彼得本以为这次携手对敌会改变他和乔纳之间的关系，没想到乔纳死活不接受和好。彼得一气之下狠狠地臭骂了乔纳的丑胡子，但在临走前还是感谢了乔纳的出手相助，把乔纳气得血压直升。事件结束没多久后，彼得又见到了哈代，这位把他当鱼钓的大美女虽然不同意交往，但却答应和彼得一起吃午饭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小蜘蛛前有女神示好，后又得到玛利亚教授研究室的面试邀请。就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，却发现实验室内有不法分子正在对教授进行围堵。彼得心中咯噔一下，这面试对手怎么这么狂野？玛利亚教授逃上楼顶，慌不择路摔了下去，好在蜘蛛侠接得及时，才没出大事。狮子男却让蜘蛛侠少管闲事，彼得不可能看着对方伤害自己未来的老师，但男人的身手不俗，两人在阳台上一番搏斗，彼得略占优势，将男人扔出楼顶，不想对方竟凭空消失。玛利亚教授告诉彼得，这人还会找过来的，于是彼得带着教授先一步离开。玛利亚告诉彼得，袭击他的男人叫谢尔盖，曾是俄罗斯贵族，热爱狩猎，后来禁止狩猎，他去了丛林做雇佣兵。玛利亚当初去寻找走失在森林的研究同事，雇佣了男人做保镖，因为一次英雄救美，玛利亚对他欣赏不已，两人迸发出爱情的火花。很快他找到了失踪的同事，对方在森林中研制出一种药水，但人却变得和野兽一般，不愿意离开丛林回到人类世界了。同事将剩下的一支药水交给了玛利亚，并嘱咐她千万不要使用。玛利亚本打算追上同事问个清楚，谁知摔到了施暴面前。她的恋人为了救她身负重伤，为了保住恋人的命，玛利亚使用了药水。虽然伤口全部消失了，但恋人也变得逐渐不对。他速度敏捷，力大无穷，像野兽一样狩猎，并给自己取名猎人克莱文。于是玛利亚逃回美国研制解毒药水，没想到克莱文还是追到了这里。玛利亚告诉彼得，现在的克莱文会伤害无辜人，但彼得并未放在心上。他将玛利亚暂时藏到好友罗比家中，答应帮教授找一个可以研究药水的实验室。没想到当晚罗比回家，吓走了留下资料的玛利亚，而克莱文嗅着蛛丝的味道找到了罗比家，误将罗比当做了情敌，一怒之下抓走了他。回家后的彼得换上礼服，来到服装发布会现场。今晚是玛丽简的舞台秀，对方约他在走秀结束后一起去吃饭，过二人世界。彼得兴高采烈的答应了，谁知在会场内他又遇见了哈代。海王彼得在面对哈代的派对邀约也拒绝不了，答应了下来。好在这时克莱文出现找茬，彼得从后门悄悄开溜，被哈代和玛丽简看在眼里。彼得靠着敏捷的速度忽悠了克莱文，对方却拿出罗比的身份证威胁彼得，只给他6个小时，要求彼得找到玛利亚，这样玛利亚就会给他指路救人。彼得前往罗比家确认了情况，却和玛利亚教授擦肩而过。这时彼得回过神来，不应该去找玛利亚，而是想办法先找到克莱文。彼得注意到公交车上的动物展览馆，果断朝着那个方向赶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玛利亚教授也研制出了破解狂暴的红色药水，他惊喜地带着药水赶往克莱文身边。不过彼得比他先来一步，吃了好几个陷阱，被克莱文戏耍了一番。罗比被吊在瀑布上，下方全是鳄鱼。克莱文见他没有带玛利亚来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准备杀死罗比和蜘蛛侠。这时玛利亚匆忙赶到，没想到误触陷阱，被水流冲进了尸楼内。克莱文大惊失色，抛下彼得追了进去，捆在水管上的绳索也松开，罗比一下掉进了满是鳄鱼的水池。彼得赶紧跳进水池将人救了起来。克莱文还在和狮子搏斗，彼得上前阻拦了狮子群后，克莱文再次负伤，玛利亚赶紧将药水灌进爱人嘴里。好在药水首次临床实验就成功了，不然3个人可能就地开席。恢复了神智和伤口，克莱文又变回了谢尔盖。玛利亚决定和他一起离开。彼得目送两人叹了口气，为了给这对恋人和解，他痛失和哈代还有玛丽姐约会的机会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